你了，你来，赶紧！急死我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倩倩，倩倩，干妈来了。干妈给你放我们俩熟悉的音乐啊，你最喜欢的音乐。倩倩，你让干妈进去跟你一起听好吗？啊，倩倩，哎，你别硬来，你这会起反作用的。哎呀，你就行了啊！你在外边站着。倩倩，干妈还给你带来一个游戏，这是新游戏，你从来都没玩过，不过要2个人一起玩。倩倩跟干妈一起玩好吗？倩倩，你快开开门，妈妈很想见你，你开开门让妈妈见你一下行吗？倩倩，少南，孩子现在不想见你，你别刺激他行吗？钥匙，你想干嘛呀？你现在进去刺激他会更危险的。给我钥匙。罗素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哎，倩倩，你都把手给妈妈了。倩倩，你知道你这2天没有理妈妈，妈妈想了好多你小时候的事儿。你能让妈妈抱一下吗？倩倩，妈妈知道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不会再跟爸爸吵架了，更不会再把他丢下了。会让你幸福，会让你快乐。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，再也不会分开了，好不好？跟妈妈好不好？倩倩，又回到你自己的小床了，你高兴吗？那你还是不愿意叫妈妈吗？那妈妈晚上陪你一块儿睡觉，好不好？先乖乖睡觉啊。
爸爸分开，对吧？真棒！你现在的心情是失落还是喜悦啊？我倒是觉得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孩子就应该跟着自己的亲妈。你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呀？行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的心里的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毕胜男他就是能把住自己孩子的脉。但这个孩子也奇怪了，你说他认，他说认他就认。哎，好这儿，母子连心。盛楠怎么跟他女儿说的？他说妈妈错了，妈妈不应该丢下爸爸的。哎呀，看来我儿子还是老实，那就说明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！现在连他女儿都看不过去。自成父业啊！你拉倒吧，先拿过来，老板。哎，姐，姐姐认你了，啊，太好了！对呀，还真的要谢谢你啊！是你让我想起来当初是怎么刺激倩倩的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这都是爸说的。爸怎么会知道？爸之前不是带过好多孩子吗？什么抽动症啊、抑郁症，什么都有。结果呢，他就想，之前有个孩子也是这个症状，估计就是父母离婚给造成的。离婚之前给说了狠话了。知道吧？倩倩好了，一切都好了啊。好，不跟你说了啊。没睡呢，一直看着呢。哎，这半夜他过来看，是我睡地，他严重了。你这不是为了孩子吗？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还是自己家舒服啊！哎呀，老婆呀，这床啊可比妈那儿床舒服多了。哎呀，好几天没见，真想你了，老婆。来，亲一下。你刷牙了吗？我刚刷的，倩倩刚才都看见了。来，你养成刷牙的好习惯，知道吗？对，老婆说的对。那行，老婆晚安，睡了啊。啊。进。我能继续带孩子来做心理治疗吗？这不是心理治疗，是认知干预。你相信我能把你的女儿治好？不相信我干嘛带她来呢？可你昨天晚上的表现比我要成功。
那当然，因为我是孩子的妈妈嘛，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他？但是他现在还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啊。倩倩，来，到干妈这边。倩倩，倩倩，你别害怕啊，这个地方都是你以前常常来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很熟悉这个地方的，你待会儿去就知道了啊。老师你也认识。别担心。哎，倩倩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过什么梦啊？我们去找老师把这些梦画下来好不好啊？妈咪，你是谁呀？我妈咪呢？嗨，嘿，你妈妈等会儿就回来了。你干嘛坐这儿？我跟你妈妈认识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哦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拜。哎，招呼都不打就这么挂了？你这么没礼貌，你妈肯定生你气。又在面前说我坏话。哎呀，他带孩子去你那儿了？看来是没跟你商量过。哎，你出国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？我是继续办呀，还是停下来？先停一停吧。行了，我明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爱上晚自习，但是她的目的可不纯啊。她洗完头发，长发飘飘，特别香，然后不停地在那儿撩头发，把前面后面的男同学全都给迷晕了。厉害呀，我妈。那可不哦，还有一次把我吓着了。你妈应该是半夜吧，在那儿走来走去，我一看她在背诗，再看她一会儿又上床睡觉了，原来她在梦游。梦游还背诗，你妈实在是，哎，太是个文艺青年了。张老师，哎，你妈来了。哎，阿姨，这是我的号，找时间继续。好，我记得了啊，在那儿。给罗素打完电话了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。我们俩当了这么多年同学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挺了解你的。哎，你说倩倩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说话呢？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受了那么大的刺激，不是很好恢复的。你要注意，不要诱导孩子去说话，越是这样，孩子心理压力越大。最好让他在某一个时间里自然而然地说出来。还有，你不要让他去面对那样的学习环境了，最好让他把心里全部的压力都释放出来。那他现在不上学了？你知道欧美小学1年级让孩子学什么吗？他们不会强迫孩子去背字母、去学习数学，而是教会他们的生存能力、爱的能力和体会世界的能力。哎，你说，讲起来还真头头是道，特别有道理。你怎么跟你女儿关系是那样呢？你用不着来嘲笑我。我不是嘲笑你，就像我爸跟我说的，没有女儿是不爱妈妈的，可能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。我觉得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。行，我去看看倩倩。姐来了，倩倩呢？哎呀，病刚好，我怎么能把她带来啊？别又吓着了。也是，不过爸今天一天特别想倩倩。等倩倩能张嘴说话，我再把她带来吧。行，哎，倩倩，爸今天受刺激了。怎么了20年前，就他特别得意的那个班要搞同学聚会，昨天还让我给打电话呢，
结果没想到不搞了。可爸说了，明明人家要搞的，不带他玩儿呗。可能也是吧。哎，不过爸这次特别认真，把20年前所有班里同学的资料啊，什么学习资料、学习文件全都找出来了。结果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哎，爸这一辈子真是……哎，对，姐，我得赶紧上课去了啊！注意身体啊，别用力过猛了。行，哎，姐，好好跟他说啊。爸。哎，厉害，不愧是资深的教育专家。你怎么能晓得倩倩不理我的原因呢？也是。您这辈子教过多少学生啊？估计什么样的你都碰过。有什么用啊？教出一帮冤家来。哎，我听别人说了，也许你的学生都忙，这20年的聚会真的不搞了。你可别想多了。哼。哎，你看看碧然，她现在变化多大呀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还是您教育有方啊。当然，小赵老师也有功劳啊。爱情的力量真伟大。喂，倩倩妈，明天下午有空吗？啊，文文妈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换班主任了。哎，就是那个咱们一直争取的那个特级教师关老师，明天下午呢，他想见几个家长，特地点名叫了你和我，咱们得去啊！啊？好的，好的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倩倩要换班主任了。是个特级教师啊！好，好。帮你吃饭吧。不饿，不饿了。怎么一听到教师就不饿了？有经验的特级教师总是要好一点的吧？小赵老师也很好，也很好啊。升级多慢啊！我们世界很多玩家了，已经真的降低难度，只有降低难度，只有降低难度。不是，这事你得拿主意啊！咱每次推一次都吵成这样，太慢了。怎么拿主意啊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啊！谁也不让步，回去接着争吧。说说现在这帮年轻人，要本事没本事。这一个项目争来争去的，谁也不服谁。已经1年了，到现在都没眉目。如果换一个环境呢？比如去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，只是不做这个游戏了。去硅谷吧。我可以凭借我的人脉帮你联系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至于以后的发展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唐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倩倩认了妈就已经万事大吉了吗？我觉得国内的教育根本不适合她，你只能从本质上去做一个改变，才能让倩倩完全的康复。你为了孩子，为了你的前途，跟我走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你现在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好了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婚姻，还有你的教育，都是完全混乱的。你必须要做一次彻底的改变，你懂吗？罗素，你要换一个环境，这样可以让你摆脱那些束缚你发展的东西。你可以带着孩子跟着我走，我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付出一切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。我有这个必要，你是我的全部。罗素，我在加州还有一套房子，跟我老公离婚的时候，我有些存款，我已经把家底全部都给你了。你带着孩子跟我走，我相信我们出去以后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。
你这话，我怎么听怎么觉得像你说你在养个小白脸。填鸭式的教育和西方的现代教育是不矛盾的。在我看来，它适应了孩子的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。想必家长们可能都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学生，在一次中考中取得了很高的学分，那就是我的学生。你太厉害了。至于你的孩子得了儿童抑郁症，根据我的了解，罗倩倩是一个抗压能力不强的孩子，这原因在她的成长的关键时期，你们过于溺爱，使得她无法面对不利的局面。还有文文，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，可是你们没有把她的这种个性和学习挂上钩，使得她无法充分地调动她的主观能动性。哎，关老师，您这还没进班呢，怎么对班里的孩子这么了解啊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功课，很对不起大家。去年呢，因为我的身体不适，我听说很多家长都希望我来带这个班，现在我来了，也不晚嘛，啊？是啊，关老师，您在我们就放心了。对，是关老师，我想让我们家孩子也跳级呢。不用急，慢慢都会成功的啊！我下边还有个课啊，咱们日后慢慢交流。关老师，您快跟我们说说吧，我们还有好多问题向您请教呢。这个孩子呀，学习。对。哟，没准。倩倩妈妈，坐。怎么样？这回如愿以偿了吧？为了你们家长，我可是三顾茅庐，亲自到关老师家里头请的人家。我想问一下，那赵老师去哪儿了？啊，小赵老师啊，怎么说呢？其实我觉得小赵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胚子。假以时日的话，他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教育工作者。但是现在，他爸爸不是让他出国进修去了吗？我真的很希望赵老师可以留下来。留下来？倩倩妈妈，当初不要他的是你，现在你又想让他留下来。你说现在作为我们老师，多不容易啊！小赵老师压力太大了，他那么年轻，就受到这么多家长的否定，他人都快崩溃了。从保护人才的角度，我还是同意让他出去的。佳乐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最近也挺忙的。你终于忍不住了，你说吧。我查了一下，你出国一定要带齐东西，要不到国外真抓瞎。你看，这有国内的感冒药，你胃不是不好吗？我特意买了胃药给你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转换头，国外没有3项插头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佳乐，我爸说了，时间跟距离是感情的2大敌人，你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
要过来照顾好自己。等我成功了，再怎么说，我爸是你们的老师，你们能有今天，也不应该忘了他。啊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想一想，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吧。你别跟我说不举办了，行吗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呢？你们能上那么好的大学，难道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喂，喂。你这准备带倩倩去哪儿啊？不上学了？农场基地不上了。你带她去2天我没意见，你要那么长时间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啊？何况倩倩是现在这种情况。正是因为她这种情况，我才会带她去。倩倩，去把你的小毛巾、小牙膏、小牙刷全拿着过来啊！我知道你对我不满，但你也不能拿倩倩当斗争工具啊！你有什么不满对我来啊？何况倩倩现在是这个样子。她是我自己的女儿，你觉得我会吗？不是，你去住2、3天没问题，那个破地方又是老鼠又是什么狗，你万一给孩子咬了怎么办啊？倩倩，你的牙膏、牙刷，你东西都拿好了吗？哟，怎么带着孩子来啊？是啊，搬家呀？对呀，赶紧给我们娘俩腾一个房间吧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带着倩倩住这儿啊？她不上学了？我给她请了病假。倩倩自己去玩吧。哎，倩倩，你可以摘一点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好吗？小心点啊！你真放心让她自己乱跑？这不是你的地方吗？好了，帮我拿下行李吧。好，回来。小心啊！你怎么想的？把孩子带这儿来？这孩子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里读书，到这儿来多受罪啊！你以为在学校就不辛苦了？我这可是征求了倩倩的同意，而且有时候我们大人觉得特别苦、特别累的事情，在孩子眼里，他有天大的乐趣。还不信你把一诺叫来，你看看他的反应。你永远都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资金还能坚持多久啊？1到2周吧。那后来想想，我也觉得挺荒唐的。怎么你打了个电话，我就不卖了？这证明我说出了你心底的声音。是，我也不愿意把这基地卖了，毕竟在这儿都忙活了大半年了。回头我再找朋友看看，他们有没有资金，我可以挪借一下。资金的问题你就交给我吧。其实那天你给我打那个电话，我心里特别的吃惊，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那样一种人，在我眼里你是个绝不屈服的人。你这次让我失望了。笑什么呀？原来在我最困难、最颓废的时候，一诺的妈妈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一模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认输过。谢谢你，倩倩，这都是你自己摘的。你看倩倩笑得多开心啊！走，跟我去看小鸭子，好不好？去吧，妈妈收拾屋子。走。
姐，放心吃，我们这都是有机天然，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，我们都是随摘随吃的。是啊，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像小时候吃的味道哎。我们这里有好几种蔬菜都已经脱销了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像你一样，吃了以后觉得有小时候的味道，返璞归真了。要不要我给你再介绍一下我们基地的总体的规划？哎，必然把客户资料都拿过来。对。哎，别跑了，就是冲倩倩啊，那我也得投啊。不过呢，我这钱不是借啊，是投入。我看好这儿，我要做这儿的大股东。我说什么来着，姐？咱们家就丹姐最有投资眼光。就你会说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。那我作为大股东的话，管理方面我是不是有权参与呀？应该有。把它开了。为什么呀，姐？那我这几个月我不能白干啊！你是怕他不靠谱吧？啊，你想回来也可以，这样，把你姐的那些配送卡啊，全给我发出去，而且要超额完成任务，多的完成任务，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啦。你看，大股东说了，姐也保不住你了。我豁出去了，我现在就发动我那帮哥们儿一块儿跟我抢客户去。走了。说风就是雨，一点就着。哎，你真的准备让倩倩就一直在这待下去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家里可真的是着火了。说真的，我刚来的时候也有点含糊，可是我现在看到倩倩这么开心，这么快乐，我觉得什么都值得。你看，你现在还担心她吗？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它不光是个产业，它真的是很有价值。我觉得我找到了很多以前失去的东西。那我给你200万，是不是顶多也就急用啊？照你现在这野心的话，我决定把我所有的钱都投在这儿了。不会吧，我的姐妹儿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当机立断啊？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，我保证你1年回本，2年盈利。不要给我任何保证。这么多年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。如果连你都托付不了的话，那我还能信任谁啊？哎，这下好了，有人帮我理财，姐妹我呀就可以出国游学了。出国游学啊？许你弟弟啊，重新拿起书本就不允许我到处走走看看。哎，不过碧顺呢？我有一个附加条件，你必须答应我。说吧。我的这笔钱是投给我的弟妹的，算是家庭投入。如果你跟我弟弟分开了，对不起，这钱我马上收回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很认真。万万没想到，你怎么就这么快就搞定了啊？是吗？哎呦，不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，还帮助你完成了梦想，是不是？是，你知道我恨不能，我明儿我就去找一个这个大师来，照你这样塑个像，搁咱基地门口，以后谁进来先给我鞠一个躬。哎，有这种殊荣，我还是让给你吧。你今天已经夸了我1晚上了，行吧？还有什么要夸的？你可以继续。不是夸，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说，你可能是改变我后半生的那个人。别胡说了，严重了啊！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早了，我也该休息了。你早点睡啊。倩倩，我来让孙叔叔给你做一个炒鸡蛋，好不好？再给来个鸡蛋饼。哎，还能做什么？还能做那个酱炒鸡蛋。倩倩，对，
嘉乐，遇到我带他们去干。你们先走。喜欢的 QQ 信。走，把那边那个先处理一下啊。叫一声赵老师好不好？就一声。姐，你怎么能找到这儿啊？我今晚就要飞走了，所以我来看看倩倩，看看你。今天晚上就走？那必然知道吗？她不是在上补习班吗？我不想让她来送我了。可如果你走了，她不知道的话，她心里会非常难受的。姐，这一年我成长了很多，谢谢你的帮助。哪是帮助啊，是你给了倩倩很多的帮助，你还帮了必然。姐，遇到你我才知道，一个妈妈可以为孩子做那么多，甚至改变自己。你也让我明白，教育不是仅仅简单的教书教训孩子。这一年我真的学到了很多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讲，可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。等我回来吧，以后讲不定我有很多新的想法呢。嘉乐，你真棒。其实昨天必然他来找我了，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我不会走的，可是必然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这个傻小子。我不想让必然看到我哭的样子，姐，必然都还不如这些孩子，孩子们还知道一遍遍大声的喊让赵老师别走，其实必然一句话就可以让我留下的，可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。因为他是真正在乎你的人，知道吗？喂，姐。赵嘉乐今天晚上走11点钟的飞机，赶紧去机场。师傅，您稍开快点好吗？有人站姐，他可能在天上看着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这个护身符特别灵。你确定要带倩倩去送菜啊？倩倩，今天我们要跑上百公里呢，你可以吗？你看，我女儿都说了。你真打算让孩子不上学，跟着你瞎混呢？这叫混吗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教育。那个唐专家不是说了吗？在欧美，这么大的孩子，只要掌握爱的能力和生存能力。你什么时候跟唐专家混到一起？倩倩走，万里长征第一步出发啦！来，快点上车。好。
我们今天要去很远的地方呢。坐好了，妈妈给你扣上安全带。我来。来，这瓜还真不错。健健吃完饭吃瓜啊。你呀，真应该带一诺出来，例如周末什么的。我从来没看你带他出来啊。他在家复习功课呢，马上期末考试了。倩倩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。他想一诺来吗？我跟你妈妈不一样，叔叔真没那魄力。你知道倩倩怎么跟我说吗？她说一诺最大的梦想就是晚上出来看看星空。你说长这么大了，梦想就是看看星空，你这爸爸怎么当的？都给你在家里给关坏了，到时候。真的吗，倩倩？这我怎么都不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好，这个盛楠没跟你一块儿来，没来。这丫头脾气随我，男人嘛，你就迁就着她一点儿。是，那他也不能带着孩子就。带着孩子怎么了？老爷子，你这血压可又升高了，怎么回事？高一点挺正常的。你得自己注意身体，不能老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知道了啊。快告诉我，带孩子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挺好的。爸，您好好养病。罗素，有事情千万不要瞒着我。没瞒您，他天天带着孩子呢，挺好的啊。哦，哎，对了，爸，我听碧然说，怎么着，最近有不高兴的事儿啊？嗨，要我说呀，就那样的学生，不理他们也罢，都狼心狗肺。您那一个班没少培养人才吧？可不是吧？全班47个人，有20几个考上了重点。哎呦，爸，您可真厉害！但就这帮学生啊，估计光记您的狠了，没记您的好。也不能这样讲，都忙吧。不知道这个时间都到哪儿去了。嘿，爸，外边现在都说这话，就是时间去哪儿了。哦，你看，因为他没有化肥。倩倩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哎，想死的心都有了吧？姐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想明白一个道理：喜欢一个人啊是自私的，但是爱一个人呢是自私不起来的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还是希望赵家六能出国深造。你是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姐，能不能给我几年时间？几年啊？要干嘛？我想考学，考完本科以后上研究生，上完研究生以后考博士。咱们切点实际好吗，兄弟？你呢，虽然不成熟，但也不小了。姐，你看你老这样，那怎么了？我看电视上人家80岁的老头还在那考本科呢，就这么定了，姐。我要考本科，考完本科以后上研究生，上完研究生上博士可能比较困难。哎，老爸，
我已经找到你爸的那帮忘恩负义的学生的聚会地点了。你怎么找到的？你甭管了，12点之前你要能赶得到还来得及。我这就把地址发给你啊。啊，我马上过来。你看一下倩倩啊，我现在有点事儿。不是姐，你听见没有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还不行。老婆，你这游戏里立了功还能加条命呢，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，不过分吧？哎，倩倩怎么样了？你当爹的总得知道点情况吧？你天天跟着还不了解吗？哎，一诺，阿姨快上来！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打电话让人接你吗？正好我路过。妈妈让我去找倩倩。好呀，走，谢谢啊。去看一下，怎么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逞什么能啊！丢脸都丢到这儿。哎呀，谁还没有个马失前蹄的时候啊？改天我跟他 PK 下游戏，我打不残他。哎呀，闺女舒服啊，爸可算得你的计了。哎呀，舒服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儿没有洗衣机，你到时候换下来的衣服自己用手洗。啊，原始社会啊！哎，那什么玩意儿爬来爬去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壁虎，壁虎。这么多年没见过了，我就新鲜。宝贝，爸不是怕，爸不是害怕。倩倩，走不走？好，走了。对，来把鞋穿上。这么晚去哪儿啊？送货去，你就趴这儿养伤吧。不是这么晚了，你们送，你别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呦，等等一诺，等我一下啊！等等他。不等了，车也坐不下，我一起吧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嘿，行不行啊，你们？爸，正在老婆孩子热炕头吧？对，这叫田园生活啊！你呢，先踩点儿，过2天我和你妈赶过来。哎呀，千万别来，你们可千万别来啊，爸！怎么了？怕打扰你们一家3口小日子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一得意了就忘了爹妈了？真是！说的什么呀你？停车！都几点了，看什么停星星？来，下车。下来，小宝贝儿们，快点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好。明天还上学呢。来，1、2，嘿！一诺，你告诉倩倩跟阿姨，哪一颗星星是你的妈妈？那颗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颗星星像我妈妈的眼睛。妈妈就是孩子眼里最亮的那颗星星。
哎呀，行不行啊？肚扒皮啊，还来半夜鸡叫这一套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烦死了！嘿，你们还进来了？我，才几点？这都干什么去了？起的也太早了吧？你是我们农场起的最晚的一个人了。哎，宝贝，你要不要跟爸爸再去睡回笼觉啊？这个多少50，还是50哈？50啊，放好了啊。你要不就搭把手呗，来，把它称一下。我们还赶着去城里送货呢。哎呀，哎，我这昨天肌肉拉伤了。宝贝，他们可以的。爸爸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这，哎呀，没事，宝贝，爸爸能拿动啊。对，40。我那闺女面前没面子了。别放错了啊！还搬哪个？我搬。我来，不要，别闪着腰。哎呀，还称哪个？全部都要。使劲了手。哎，我来。快点过来，我来，快人。不是这样，别哭了，我谁呀？不好意思啊。哎呦你，哎，嘿，哎呀，哎，这么多苍蝇，怎么吃啊？我天！喂，怎么样啦？啥玩意儿？咋样啊？老好了，全是原生态呀！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，这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啊！我问你，你跟他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行了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再跟你说一会儿，我就得吃苍蝇剩下的了啊！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把饭先吃了。小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因为那牛大哥说：“小马，你快过去吧，这水很浅，还没有没过我的小腿呢。”可是松鼠却说：“小马，千万不要过，这水很深，你要过去就会被淹死的。”芊芊，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小马呢鼓足了勇气，然后一步，哎，他发现最深的地方也就才没过他的大腿，既没有牛大哥说的那么浅，也没有松鼠说的那么深。所以呢，只有他走过去了，才知道这个水的深浅，对不对？宝贝啊，很多事情呢，只有你真正经历了，你才知道它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的。爸爸再给你举个例子，就像，自从有了你这个小生命以后啊，爸爸才开始努力的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好爸爸。妈妈之前说爸爸根本就没有做好当爸爸的准备，说爸爸老逃避。爸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，爸爸以后一定努力改正，好不好啊？宝贝啊，人活这一辈子啊，要面对很多的压力，但是我们不能怕，不能退缩。所以，爸爸这回特别希望你自己能迈过这条河，
等你迈过去了，你就会像妈妈一样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强人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洗澡舒服吗？舒服吗？爸爸以后天天这么给你洗澡，好不好？真是太神奇了！你说这孩子怎么突然就说话了？是啊，他一张嘴把我和尚南都惊着了。而且你们不觉得倩倩声音都变好听了吗？来，宝贝，你再叫一声爸爸啊！来，爸爸太爱听了，来叫。乖，吃完饭再叫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行了，你离远点，别传染给孩子了。真是你。你快吃，我离你远点啊！好，再见，我们吃啊。让奶奶看看。哎，农村去了几天，小脸好像瘦了。他现在的脸色比任何时候看着都健康，是吧？没错，我看着都胖了。你妈太违心。我也觉得是。什么我太违心？你吃你的饭吧啊。给。谢谢。奶奶爷爷，你多吃一点，这些都没有化肥农药。好，这是这个有机的这味道真好吃。对，没错。哎呀，这个老素啊，你都……哎呀，你就不能捂？哎呦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素素啊，你从小到大就剩饭的习惯多不好啊。哎，我生病呢，难受。吃必须吃，你知道吗？每一粒米都不容易种出来呀。我摘菜的时候被咬了好几个包，难道你说不吃就不吃吗？哇，厉害啊！快吃，吃多点。好。此人呀，还得闺女管着。好，快吃。好，芊芊也吃，跟爸爸比赛啊！哎，看谁吃得好。行。大口。特意之福，水与月，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足莫消长也。盈虚者如彼，哎，干嘛去？别动！干嘛呀？这个是爸刚刚给我判的卷子，你可别动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哎呀，你在我屋里没有白天黑夜的折腾，你耗死我算了。姐，你看看啊，我这刚刚开始认真学习，他就这么对我。你认真夜晚让人睡觉啊？这么一会儿我都叫了7回护士了，
丫头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出院。爸，我就是带你出院的。啊？而且倩倩说话了。什么？倩倩说话了？倩倩说话了？我外孙女说话了！哎呀，我外孙女说话了！护士，太好了！哎，我不要便便，我要出院啊！我要出院！你出院前帮我把这道题做了。边去！我要出院，我手续啊！那不错了，走，先去。还没拿呢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有。哎，好啊，我先去换衣服了啊！哎，你好了吧？你啊，都37度1了，我说怎么那么难受呢？别哼哼了，刚烧到37度就哼哼这样，素质也太差了。爸，你看他，这你妈给惯的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弱不禁风啊，动不动就生气，这还不如倩倩那么皮实。我要带舒服的衣服，不要那些漂亮衣服，穿给谁看，自己舒服就行了。倩倩真懂事儿，这些话都是谁教你的？是妈妈教你的？哎，好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活脱脱的毕胜男附体啊！哎，以后俩女人盯着你，你不害怕？我怎么觉得那么享受啊？宝贝，你好好画啊，你别乱涂。你像老师那样好好画行吗？倩倩，罗素，出来一下。老师，你别着急，总有办法的。给你看看东西。这什么呀？我有一个国际交流的机会，可以带一个孩子去国外参加2个月的夏令营。本来是安排我女儿去的，可你也知道，我想还是让倩倩去吧，这样你可以作为家长一起陪着去。我觉得可以去，这个夏令营真的非常不错，而且那边景色又那么好。谁带他去啊？你妈是舍不得，倩倩长这么大还没有走过这么长的时间。哎，怕什么呀？这上面不说了吗？可以有一个家长陪同。要不罗素你跟着去得了，正好可以好好的陪陪倩倩。哎，不对啊，唐玲是不是也要去啊？2个多月你们在一起，哼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来，啊，梳个辫子是不是？哎呀，梳一个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你不像话，怎么了你？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嘿，打爷爷！打爷爷呢？哎，你这个孩子怎么了？干什么？倩倩，你怎么了你？倩倩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倩倩，把门开开。倩倩，哎，倩倩，双方不是好吗？倩倩，怎么了？倩倩，跟爸爸说。打电话，给谭玲。倩倩。喂，罗大，倩倩去看了以后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你别跟我装了，罗素带她去找唐玲，我知道。好了，你别管了啊！倩倩，你干嘛呀？你快出来！倩倩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孩子把自己关屋里，谁进去就打谁。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挂了啊。
必然，你帮我照顾爸爸，我去找倩倩。倩倩怎么了，姐？姐，倩倩不理你是有原因的，姐，你好好想想，是哪儿吓着她了？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还我会突发这种什么都没干，就聊天呢。不是，你就聊什么呀？他会这样啊？就聊那个。啊？